高临下，抬手俯视着六国国君，撇嘴一笑：“各位，今日寡人这儿等前来，是要告诉你们，回去好吃好喝，好好享受。毕竟你们时日不多了。”昭襄王手拿琴爵，肆意地喝了几口，走到正前方，走到六国国君之间，脚踏中原地图，轻笑道：“寡人不要你们称臣，因为寡人要灭六国，我大秦终将一统六国。尔等只需洗好脖子，待我秦军将士兵临城下即可。”昭襄王漫步六国国君之间，如闲庭漫步，视诸国如无物。他一举一动间，皆透露出对六国的轻蔑和不屑，光眼神就仿佛在告诉六国之君，尔等完了。而当见到这眼神的时候，震撼的可不仅仅是六国之君。直播间的观众们刚见完白起，被白起的杀神眼神给吓住了，现在又见到秦昭襄王那睥睨天下的眼神，内心更是燃起了热血啊！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秦昭襄王。昭襄王也太牛逼了，当着六国国君的面直接打他们的脸，哈哈哈！隔着屏幕都替六国国君感到尴尬。你们想称臣是吗？不好意思，没有这资格。直播间中有人热血，忽然又有人陷入伤情之中。突然有点内幕是怎么回事？想起秦孝公时期六国裂土分秦时是何等的不把秦国人当人看。楼上，你这么一说，我也想哭了。真的是弱国无外交啊，甚至弱国之人，外国都不把他们当人看。大秦前期真的太苦了，终于扬眉吐气了。是啊，这大概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大秦的理由吧。秦人是打不倒的，秦人后裔也是。大量的观众都在弹幕中散发着哭腔，无数的人都在屏幕前流下了晶莹的眼泪。秦人就如同近代中夹缝求存的华夏一样，是真的不易。因为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一把伞。想着想着，屏幕前许多从大秦之苦联想到自身之苦的人都流下了热泪。魔都一个简陋的出租房里，一个35岁的中年人看着屏幕中的昭襄王，想起大秦的发展史，又想起了自己的家，想起了正在老家盼着自己的年老父母、妻子和女儿。想想自己人到中年了，却还是不能和他们在一起，还让他们在乡下吃着苦，遭人白眼，甚至连回家都不能让他们抬起头，眼角不自禁地流下热泪。他紧紧蜷缩成一团，嘴唇颤抖着，身体如同打摆子一样不自禁地抖了起来。他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膝盖，满是抬头纹的额头皱起，喉咙中发出了哽咽声。他咬着自己的嘴唇，哪怕是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狭小出租房中，他都不敢彻底放下自己的脆弱，哪怕只是放声痛哭一回。似乎成年人的世界，眼泪是最不值钱的。憋着劲痛哭了之后，那中年人拿起手机，擤了擤鼻，哭着笑着，大不了让一切重新开始，不会比这更差了，不是吗？就算再不济，也不能饿着他们。全国各地，周六依然奔波在出差高铁上的打工人们，他们或是销售员，或是业务员等等，都撑着疲惫的身子，靠在2等座的座椅上，眼睛半眯着。当看到典藏华夏时，他们仿佛从黑暗中找到了一丝希望。眼下的工作不如意又怎样？家境不好又怎么样？贫苦的人多的是，很多人都会不如意。孝公时期多么艰难，百废待兴，可是到了昭襄王时期呢？大秦已经可以藐视六国，这其中可经历了4世的奋斗。也许是自己太想要暴富，太想要迈大步子，一步登天了吧？努力下去，就算自己这一代不能翻身，也要给下一代创造翻身的机会。许多人奔波在路上的人们，嘴角都露出了笑意，好像都被典藏华夏治愈了一般。谢谢你，江毅，谢谢你，江毅，谢谢你，江毅。直播间的弹幕中忽然出现了数以万计的谢谢你，江毅这5个字，足足霸占了整个直播间的屏幕。后台主管一脸懵逼，实在是摸不清头脑，还以为是后台出故障了，赶紧向沈万荣汇报，是不是让后台工作人员检查一下？沈万荣摆了摆手，神色肃穆地说道：“不用。”后台主管不知道沈万荣为什么这么说，但看到这台长似乎沉浸在直播中不想多说，只得继续去盯数据了。晶晶，帮爷爷发一个，谢谢你，江毅。观影室的最佳观影位上，秦汉明语气沉重地说道：“爷爷。”秦晶晶有些不明白秦汉明的意思，等节目结束，爷爷带你去见了江毅之后，你就知道了。此时若是秦晶晶仔细看去的话，可以看到就在刚刚，老爷子的眼角又流下了几滴热泪，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像是有什么话很想跟江毅亲自说。秦晶晶拿出手机，在弹幕上亲手发到谢谢你，江毅。江毅并不知道外界的事情，只知道嬴政在听到昭襄王的话后，在平阳宫中连声叫好。眼前这千古一帝，在自己太爷爷面前，就好像是个小迷弟一样。大秦第4世之列，列在昭襄王远交近攻，若六国如儿戏。好，说得好。嬴政激动地看向江毅，感觉跟看到了兄弟似的。江毅，你真乃朕之知己，朕恨不能早点遇到你，否则必拜你为我秦国之大上造。始皇可再看下5、6、20。江毅粗略让嬴政看了下秦孝文王，这个王说实话亮点不如前几位，因为在位只3天。根据江毅在打算让始皇帝和观众看6世之列前，就已经在内心计划好的时间，江毅只给了秦孝文王20秒的镜头，并口头介绍道：秦孝文王之列列在大赦天下，并巩固了嬴氏宗亲亲属和先王大臣。接下来便是秦庄襄王嬴异人，虽是嬴政父亲，但江毅同样没有给他安排太多镜头。秦庄襄王在位3年，其列在于灭东周，并培养出了千古一帝嬴政。江毅给嬴异人的画面也只有20秒，看完了。嬴政有些意犹未尽地转过身，事实上内心也颇为心满意足，因为他如愿以偿见到了大秦先祖，见到了大秦6世之列。然而这时
江毅的声音突然从嬴政背后响起：“始皇，大秦还有一列，还有一列。”嬴政停下脚步，转身看向江毅。直播间的观众们都燃了起来。这一列，江毅虽然还没有明说，但后世之人可都清清楚楚的知道，嬴异人之后可就是千古第一帝嬴政。没错，大秦还有一人可为千古第一列。江毅之手一挥，画面上的时空再次转换。与此同时，直播间的人气水涨船高。来了来了，华夏的千古一帝。就是啊，始皇，您虽是奋6世之余列，但本身就是一列。要不是胡亥那个蠢货，大秦何止7世之列？观众们又是期待始皇帝之列，又是暗恨胡亥这狗东西不作为，愚蠢。大家都紧盯着直播间画面。这次出现的同样是中年嬴政，不过并不是嬴政一统6国的时候，而是嬴政坐在地位上政令天下的画面。大秦第7世列，始皇嬴政之列。其年少多难，陪母亲流落异国，饱受风霜。江毅阔步在平阳宫中，声音十分的沉稳。历经多年困难，回国之后，他并没有迎来曙光，反而饱受质疑，被怀疑并非是嬴异人亲生子。作为嬴氏后人，他的嬴氏血脉却遭到了否定。亲人不理解他，国人不理解他，甚至连母亲最后都要情人不要他。江毅的一字一句都震颤在始皇帝心中。嬴政似乎是被带入到年少时的场景中，眼神闪烁着，不知道是想念自己的父母，还是回忆起当时的辛酸。尤其是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嬴政，本以为回到秦国之后就能带母亲享福了，可是他怎会想到有一天好不容易回国了，竟然会被怀疑是不是自己父亲的亲生子。而母亲更是离谱，为了一个狗屁嫪毐，竟然要与他为敌。嬴政的拳头下意识攥得紧紧。成王之后，他的亲政之路更是举步维艰，母亲不让权，仲父不让权，饱受掣肘，无法一展才能。但这些困难并未打倒他。江毅的脚步顿下，眼神炯如烈火，站在平台宫中的他，声音时而铿锵，时而愤怒。他用自己的情绪，用着毫不做作的腔调，在大秦平阳宫中抑扬顿挫，将嬴政和观众们全都带入到了一个新的场景中。在那个场景中，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傀儡的帝王。始皇嬴政坐在皇位上，身旁坐着一个向着别人的母后赵姬。皇位之下，满朝文武中还站着一个手握重权，和太后合起伙来掣肘他的大臣吕不韦。一个母亲，一个仲父，都在挟天子，还美其名曰辅政。这让后世之人不由想起了汉献帝，他就是一个饱受曹操掣肘，一生都碌碌无为的帝王。吕不韦实力也不容小觑，但嬴政就是能够从太后和吕不韦手中夺下权柄，这就是这位千古一帝的强大。就在观众们想起这些画面时，江毅的声音再次响起：古今受到掣肘而碌碌无为的皇帝数不胜数，但嬴政不同，他灭嫪毐，胜吕不韦，一步一步将王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步步掌控了大秦天下。而后他奋6世先祖之列，荡平6国，让华夏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建长城，修水利，桩桩件件，且负责后世千年。他就是嬴政，大秦第7世之君，华夏第1帝王。他列在为我华夏后世开了万世之基。江毅一锤定音，观众们激动不已地隔着屏幕发出豪豪的喝彩，字字弹幕布满了直播间。始皇帝威武，江神说的对，这也就是生在当时的是始皇帝，否则以其他人的文韬武略，怕是连赵姬和吕不韦都斗不过，还谈什么一统6国？是的，之前还有网友说嬴政只不过是沾了前6世的光，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在昭襄王时期，秦国就已经名声凋敝了。昭襄王后的2代君王在位时间都很短，是我们的始皇嬴政强国富民，并且掌控大权，统一6国的。没错，经过江神的讲述，我发现我更爱始皇帝了，他的才能古今无双。对的，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的始皇嬴政。弹幕中满是对始皇帝的敬佩和对江毅的盛赞。国台大厦中，沈万荣意犹未尽地靠在观影靠椅上，若不是这里人太多的话，他真想给江毅热烈鼓掌。这小子这一手真是绝了，先是带我们观6世之列，最后突然又冒出了始皇帝之列，让观众们本以为到6世就结束了，然后突然再来个第7世。沈万荣有些叹为观止地说道：不得不说，这小子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将一个新节目布局得如此巧妙，真的是古今罕见。国家台以前有过这样的人才吗？秦汉明有些好奇地看向沈万荣。沈万荣苦笑着摇了摇头，没有，即便是我们国家台之前也从没出过刚拿到设计稿当晚就能把节目做出来且做到他这种效果的人。如果不是他资历上浅化，我真想给他升个职，让他在做主持的同时再多个身份，这样做什么都方便一些。沈台长，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领域都很难出天才吗？秦汉明老爷子笑了笑。为什么？沈万荣眉头微挑。老爷子，我专门研究的就是历史，我发现从古代到近代，我们华夏人越来越容易犯一个毛病。秦汉明的神色忽然凝重起来。沈万荣耳朵竖起，侧耳倾听。秦汉明斩钉截铁，甚至有些不忿地说道：那就是我们越来越以年纪论英雄了。汉武帝重用年轻将军霍去病，便有了封狼居胥的骠骑大将军。孙策20岁，仅带着数千人就横扫了江东。项羽巨鹿之战时，年仅24岁。他们或许有一定的背景，但没有这背景，项羽难道就不是万人敌？霍去病难道就不是霍去病了吗？项羽即便不是楚贵族，依然可以闯出名堂。霍去病就算不是卫青的外甥，以他的才能，还是会被汉武帝发现。只需一仗，他仍然可以被汉武帝赏识。秦汉明说这些的时候，几乎没有丝毫的停顿和思考，所有的信息和见解都信手拈来。江毅也许没什么背景，没什么资历，但要是过分注重这些，而忽视能力的话，别说是国家台，
就算是整个华夏都很难再出少年英才了。秦汉明叹了口气，沈万荣却是字字句句都听到了心里。老爷子，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看了看节目的时间，只剩下3分钟了。沈万荣重重的叹了口气，似乎做下了某种决定。与此同时，画面之中，江毅的声音再次响起。所以，晚辈认为大秦共有7世之列，孝公之列列在挽我大秦于危难，变法治秦强；秦惠文王之列在于连横破合纵，灭巴蜀，扫义渠，增强并巩固秦朝国力，打通大秦东出之道。江毅和始皇帝对面而坐，字字如同珠玑，掷地有声。秦武王之列列在平定巴蜀叛乱，占领东出要道，以秦王之身撼动天子鼎。秦昭襄王之列列在重用白起、范睢，远交近攻，若六国。秦孝文王之列列在大赦天下，让民生凋敝的大秦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名利。秦庄襄王之列列在吞东周，灭天子，培养出了千古第一帝。说到最后，江毅起身面向始皇，施以抱拳礼。秦始皇帝之列列在一统六国，并为万世纪，以各项政策和建设守我华夏永世不衰。江毅朝始皇帝深鞠了一躬，观众们叹为观止，在弹幕中疯狂打字。江神说的太好了，是啊，江神这台词功底也太强了，整个直播下来我都没看到他手中有一张纸条。没错，听了江神的话，激动的我把空气都打了一顿。壮哉我大秦，壮哉我华夏，有大秦7世之列在前，我们华夏男儿有什么好怕的？呵呵，楼上是在瞧不起我们女孩子吗？就是，我们也会加油的，才不输给你们呢。哈哈，我错了，是华夏儿女行了吧？总之一起加油，奋我华夏之万世之列，强我华夏永世不衰。看到这些弹幕，后台主管惊得一愣一愣的，典藏华夏带来的正能量之多，真是让他前所未见。平台宫中，江毅推测时间不多了，于是就要进行收尾。等以后他穿越的时长多一些了，就可以扩大节目的时间。但是现在1个小时仍然是极限。就在江毅打算跟嬴政告别的时候，忽然嬴政好像看出了他的意思，坐在案几上的他嗨了2声，强忍着病痛说道：江毅，可否答应朕一件事？始皇请说。江毅谨言道：若有一日我华夏雄于世界，变得足够强大，你再来一次，让朕再看一看。但是下次我要你去到朕年轻的时候。嬴政有些不服气地说道：朕也就是老了，心性不如刚灭6国之时，否则你所说的那些后世帝王，以朕年轻时的性子，定要将他们全部比下。还有，如果你真的穿越到朕年轻时，朕要你让朕和孝公对一次话。当然，如果你有这能力的话。江毅心头微微吃惊，看来始皇帝刚才最在意的还是秦孝公。确实，秦孝公为了大秦，那可是真正的呕心沥血。始皇帝和他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是为了大秦甘愿舍弃性命的为国狂。想到这里，江毅看向始皇，神色郑重道：好，将来若有一日我华夏雄于世界，强于世界，晚辈定去到始皇年轻时，带您一观后世。大丈夫一言九鼎。嬴政从自己腰间拽下了一块玉佩，这是朕的随身玉佩，若有一日华夏雄于世界之时，你带着此玉佩去找到年轻时的朕，算作实现承诺的信物，那个时候的朕会信你的。嬴政抓起江毅的手，把玉佩放到了他手中。江毅抱拳尊敬道：晚辈谨遵此约，愿与始皇再会于华夏腾飞世界时。好一个再会于华夏腾飞世界时。嬴政挥了挥袖袍，坐在了大殿上。你走吧，记得你的承诺。嬴政说完，不再抬头看江毅，而是拿起毛笔摊开了一张羊皮卷，他在上面奋笔疾书，时不时发出咳嗽声，甚至写了一会时，胸腔突然涌出热意，吐了口鲜血在案几旁。他继续在案几上写着字。江毅很想看看，但他时间不够了。向着平阳宫的殿门随手一挥，一条金色大道再次出现。江毅在快要走进那金色时空门的时候，转身朝嬴政再行抱拳礼。忽然，只见到嬴政展开羊皮卷，将羊皮卷对准了江毅。这是朕最后能为华夏做的一件事。嬴政望向江毅，目光中满是不舍得的诀别道：告诉后人，勿忘图强。江毅抬头，正是羊皮卷。直播间自动给了那羊皮卷一段长达30秒的特写，上面用小篆字字千钧的写着：朕以始皇之名，给边军最后一道命令，凡我大秦将士，务必遵行。他日若秦国内部有难，尔等不得挥师秦王，不得弃守边关，当永世护我华夏边民，守我华夏边境，不得有误。大秦可以灭，华夏不可亡。似乎是考虑到后世的观众可能看不懂，在直播间中，系统还自动配上了现代文。江毅目色忽然一凝，眼角泛红，亿万观众突然热血沸腾，眼泪哗啦直流。天哪，这是那道始皇帝给边军的命令吗？这道命令竟然真的存在，我一直是营销号在瞎吹呢。典藏华夏认证，江神认证，现在谁敢说他是瞎吹，我跟他急。甭管这是不是演，反正我认定这就是真正的始皇帝。大量观众重重地敲击着手机上的按键，屏幕上清晰可见，每当他们按下一个字母时，那因为太过用力而产生出的压痕。江毅眼角泛红，拜别始皇，转身踏入了时空门。别人也许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节目，只是为了达到节目的预期效果而刻意加上去的一个场景而已，但只有江毅才清楚地明白，这是始皇帝真真正正的最后一道遗诏。嗨，嬴政的咳嗽声越来越激烈，在直播间中回荡着。亿万观众之中，不下100万人，此刻声泪俱下，恨不得分担始皇帝的痛苦。没想到始皇遗训竟然是真的，始皇帝真的临死，
都在为我们后事考虑。我已经哭得快喘不过气来了，尤其是看到始皇帝明明病得那么重，都吐血了，却像是在跟死神赛跑一样的拼命写着这道诏书，我心都要碎了。我舍不得始皇帝，不要问我打字为什么这么慢，因为我每打一个字都要擦一擦屏幕上的眼泪。弹幕的发送速度慢了很多，观众说的也都十分伤感，或是不舍，或是心疼。最终亿万观众都由衷的发出了一句：始皇帝千古，始皇帝千古，始皇帝千古。而和观众的反应有些不同，此时在国台大厦中的秦汉明老爷子还没来得及从悲伤中走出，忽然就像是弹簧一样从座椅上蹦了起来，身子猛然绷直。这字迹怎么跟秦朝时期的那么像？也许是江毅刻意让这演员仿了秦朝时的字迹吧。眼角泛红的沈万荣无所谓的说道。秦汉明摇头，这字迹和李斯在泰山时刻留下的真迹颇有点像，但神韵却十分不同。这字苍劲有力，雄浑厚重，颇有帝王气象，绝不是单纯的仿写。可是秦老爷子，这只是我们打造的一个节目。沈万荣有些无奈，这老爷子不会看典藏华夏太入迷，把自己给看懵了吧？秦汉明没有多说，只下定决心，等节目结束之后，一定要跟江毅好好聊聊。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节目中出现的羊皮卷借来好好研究研究，毕竟这只是个节目道具，总不会借不到吧。画面之中，江毅从后往前一步一步回到了现代。节目要结束了吗？我好舍不得始皇帝啊！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可是这到底是个节目啊！在线求始皇帝演员的信息，我好想去拜访他。第一期骗我眼泪，第二期骗了我更多眼泪。江婶，你到底还要如何？再这样下去，信不信我嫁给你？天天在你耳边催更，好想看始皇帝对话孝公啊！但是江婶也太坏了，偏偏对话了晚年始皇帝，搞得我现在开始期待中年始皇帝对话孝公的场景了。观众们纷纷猜测起来，各位，你们觉得下一期会不会就是对话中年始皇帝呢？我觉得不太可能，这不像是江神的作风。而且始皇不是说了吗？希望华夏腾飞世界时让他再看看，还需要我们多多加油才行。也是，只能期待国家台早点公布第3期播出时间和对话人物了。兄弟们，要不我们今天组队去国家台蹲江神一波？就在直播间热议的时候，江毅的声音在舞台上朗朗响起，对话古今先贤，品味华夏文明。这一期我们与始皇帝会于平台宫中与之谈古论今，我们看到了每一个华夏人都兢兢业业，奔赴前程，也看到了华夏留学生们毅然归国，投身华夏强国梦的建设。我们看到了在华夏目前还很苦的地方，以及在边境那些我们不曾注意到的人。我们成长在一个冉冉升起的时代，但这个时代还需要我们多多努力，互帮互助。江毅面向摄像头，1米8几的身高站的笔挺，却并不显得僵硬，反而是游刃有余，十分自然。俊逸的相貌和温文尔雅的气质，以及不俗的谈吐，都让观众们如痴如醉。今天我们向先人展示了我们华夏之强，也带先人看了大秦七世之列。在此，我谨以此节目致敬先人，致敬那些正在努力工作，为了自己的梦，为了华夏梦而努力的人。典藏华夏第2期到此结束，希望观众们在这一期能够有所得，能够明悟先辈之心，砥砺前行。江毅向着大众鞠了一躬。直播间中，画面渐渐黑屏，如同音乐厅里缓缓合上的帘幕。江神再见，兄弟们，话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打电话给国家台，问问第3期什么时候播。就是啊，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让国家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播第3期。还要让他告诉我们第3期对话谁。节目才刚结束几秒钟，我就已经饥渴难耐了。观众们意犹未尽地退出直播间，第一时间就往国家台打电话。国家台的客服们经历了上一次的教训后，这一次早已想好了各种办法。别问，就是还在商议。燕城地下室的出租屋中，江毅肆意地活动了下筋骨，从地下出租屋里走出，回到了在楼上的出租房。此时已经是早上9点钟，阳光透过窗户微耀在江毅的脸上。江毅又洗了把脸，冲了个温水澡，让自己全身的肌肉处于一个放松舒适的状态，然后坐在电脑桌前，拿出钢笔，翻开了一页空白笔记本。他在纸上先是把自己要思考的大致问题列了出来。1. 典藏华夏第2期对话秦始皇的心得与总结有哪些？ 2. 在下一期中我需要保持什么优点，并改良哪些方面？ 3. 第3期我要对话谁？江毅习惯用这种自我提问的方式发散着他的思维。与此同时，关于典藏华夏第2期的各种视频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发酵，尤其是当归来的留学生们看完后，更是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发出些短视频，大多配文道：谁说我们华夏出不了好节目大制作，那是你们没看过典藏华夏。典藏华夏真的太燃了，仅1个小时的对话时间竟然充满了泪点和燃点。朋友圈的外国友人们，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华夏的历史，又不想去看枯燥无味的史书的话，可以在网络上搜索我们的典藏华夏。典藏华夏会告诉你们我们华夏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发展史，并让你们看到我们大秦帝国的7世之列，我为我的国家感到光荣，为我选择回国而自豪。早上9点的机场里，许多人匆匆忙忙的进，陆陆续续的出。这些海外归来的学子们笑着抬起头走出机场。Chen， 我第一次来华夏，你觉得我应该去哪里发展好？一个外国高材生用他那并不怎么熟练的中文问道。一个高高瘦瘦戴着眼镜的华夏留学生回道：你不是已经跟我来燕城了吗？直接就在这里发展好了。对了，典藏华夏的主持人江毅也在燕城哦。哦，John 也在燕城，我好想见见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他就在国台大厦，你可以带你的女同学们去见见他。高瘦青年笑了笑，
心想这几个同学可都是尖端美女学霸，江毅这小学弟回头不得好好谢谢他。国台大厦观影室，国家台的高层和秦汉明、秦晶晶全都意犹未尽地走出。秦汉明找陈导要了江毅的号码，然后带着秦晶晶离开了国家台。沈万荣亲自送到大厦门口，在红旗车里，秦汉明的眼睛一直盯着截下来的那张羊皮卷图，无论是从纹理还是从字迹，甚至是从人物神态来看，这个节目中对话的古人实在是太像来自古代了。这个叫江毅的小伙子身上会不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难道他还真能穿越不成？正午，夏日的太阳高悬正中，江毅看了看花了2个小时的总结，将他们牢记在心。关于和始皇帝的对话和心得，以及如何改良，他都有了一个大致的总结。但是第3点，江毅一时半会还没什么灵感。他看了看自己兜里的始皇玉佩，没想到自己真的可以从古代带东西过来，不过怎么放这枚玉佩倒成了一个难题。江毅想了想，把玉佩用黑色袋子包起，放在了衣柜顶部。也不知道这一期典藏华夏的收视率和反响怎么样。江毅先是点了份外卖，小龙虾、啤酒、螃蟹，再加2个素菜，一共花了219，就当好好犒劳下自己。江毅打开浏览器，正要搜索典藏华夏第2期，忽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个陌生号码。喂。江毅把电话放在耳边，你好江毅，我是华夏历史研究院的，我叫秦汉。没等来人把话说完，江毅挂断了电话。现在的诈骗电话技术含量真低。江毅随口感慨了一句，躺在床上。另一头，秦汉明老爷子整个人都懵掉了，竟然挂他的电话，他还是第一次被人挂电话。晶晶，爷爷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诈骗的吗？秦汉明猜出了江毅的想法。秦晶晶摇摇头，要不先让沈台长给江毅打个招呼。说干就干，秦汉明给沈万荣打了个电话。沈万荣一听吓了一跳，好家伙，江毅这小子竟然这么不识趣。江毅啊，你刚挂了谁的电话你知道不？谁？沈台长的号码，江毅还是知道的。他是华夏历史研究院的院宝，是前任院长秦汉明秦老爷子。你现在马上给老爷子打个电话。好。江毅满头黑线，碰上真神了。这是你好秦老爷子。在网上搜了搜秦汉明的信息之后，江毅马上给他回了个电话，态度依然不卑不亢，并没有因为眼前是位前任院长就有任何卑微的意思。看来要见你这位新秀主持还挺难的嘛。秦汉明调侃道。江毅对老爷子保持应有的尊重，礼貌回道。老爷子说笑了，我以为是诈骗，没想到碰见您本人，不知道老爷子找我有什么事吗？江毅看似开门见山，实则转移话题。是这样的，关于典藏华夏，我有一些建议，想和你见面聊聊。听到老爷子的话，江毅心中一喜，他刚还想自己是否有没总结出来的缺点呢，现在可好，秦汉明来出谋划策，那这意见还是很有必要听的。正好第3期的任务，到时候也可以参考下这老爷子的意见。江毅从来不认为自己前世学了几年文科就能够和这样的历史大佬比肩，所以秦汉明的出现让江毅看到了一个在历史知识方面可以担任参谋的存在。江毅立即和秦汉明约好了时间和地点。吃了顿丰盛的午餐之后，江毅感觉啤酒喝完了有些醉意，于是躺在床上舒服地睡了起来。对他来说，现在去不去国家台都不重要了，只要他将典藏华夏做好，甚至连卡都不用打，还会有全勤和各种提成。所以像睡不好觉或睡不着这种事情，在他身上基本不会再发生。傍晚5点，江毅打了辆出租车来到燕城盛和餐厅。现在大多数燕城人还没到下班的时候，餐厅里只稀疏坐着几个人。江毅走进餐厅，忽然感受到周围人看自己的目光都很奇怪。那不是江毅吗？我的天啊，本人比直播里还要帅，这是什么样的宝藏男孩？几个穿着包臀裙、打扮得十分精致漂亮的美女走上前来。江毅，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江毅，可以给我签个名吗？江毅，下一期节目什么时候播呀？要对话谁？可不可以跟我们小小的剧透一下？求求你了吗？一群女孩子围着江毅，搞得江毅都有些懵了。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火了？上次是睡了夜觉起来，典藏华夏突然爆火，难道这次睡了个午觉，典藏华夏还闹出了更大的动静不成？老天，节目火可以，可千万别让自己突然火起来啊，不然随便说句话都有可能被认为耍大牌。难不成自己以后出门还得戴个鸭舌帽，再搞个墨镜？不至于，不至于。江毅果断排除这个猜测，他只是一个主持人好吧，给他们签了个名，随便敷衍过去之后，江毅正要订个包厢，却见服务员小姐姐主动走上前来。江先生，请随我来，秦先生已经订好了包厢，你认识我？江毅有些好奇。服务员笑了笑，现在整个燕城有谁还不认识江先生呢？江毅越想越觉得有些奇怪，这也太离谱了。等自己跟秦汉明老爷子交流完后，一定要好好查查典藏华夏第2期到底对这个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跟在服务员身后来到包厢，服务员小心翼翼地将一打开门，然后弯着腰，露出比职业性微笑还要更热情的笑容，做出了请的手势。房间里，一个看起来70多岁的老爷子已经在里面坐着了，在老爷子身边还坐着一个穿着宝蓝色长裙，身材和颜值都堪称极品的女孩。这个女孩子的气质和大多美女不同，她给江毅的感觉很有书香气，一看便知是个大家闺秀。江毅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断定，这绝对是无数男孩子心中的白月光女神。江毅走进包厢后，服务员将门关了上，见到江毅进来，老爷子辈分大，仍然坐在主位上，但身旁的女孩却是站了起来，冲着江毅礼貌一笑，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架子。江先生，请随便坐。女孩笑靥如花地走上前，跟江毅打着招呼。这是我爷爷秦汉明，
我是他的孙女秦晶晶。老爷子好，你好。江毅以礼代礼，不卑不亢。坐吧，江毅，随便吃。秦汉明笑着看向江毅，越看眼睛越是闪烁着金光，似乎对他十分看好。江毅坐在了秦汉明对面，看了眼包厢里足足有10几个菜，足见老爷子满怀善意。谢谢老爷子。江毅，关于典藏华夏，我有一些问题必须要问你。秦汉明的神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江毅面不改色道：什么问题？你在节目中的场景布局和在长平之战中出现的人数，以现代的特效都可以实现，我不难理解。但那秦源的字迹，你是怎么让演员做到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见见那个演员，或者有那张节目中出现的羊皮卷也行。秦汉明眼光锐利地盯着江毅，似乎想要从江毅眼中看出什么。江毅内心咯噔一声，莫非这老爷子已经开始怀疑他了？这看起来倒像是场鸿门宴啊，怎么破？江毅心绪一沉。不过秦汉明要想从江毅的反应中看出什么，那简直是痴心妄想。即便这老人从事历史研究多年，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观察力，但哪怕是真的秦始皇和唐太宗的刀剑劈下，江毅眉头都不带皱的，又岂会被一个秦汉明下的显山露水？江毅面色依然不改，内心很快便想好了说辞。还是老爷子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出了那是秦朝字迹。不过我的团队都是绝密的，哪怕只是一个演员，一个道具都不能向外透露半字，这是我打造节目前就在内部立下的规矩。就算是沈台长来问，晚辈依然是这个回答。江毅开始主导和秦汉明谈话的节奏。秦老爷子能够看出字迹，想必也可以看出晚辈请的都是一些极为专业的历史复现团队，从建筑的特效设计到演员，无论放到哪里都是价值千万的抢手货。对于这样的团队，想必若是秦老爷子站在我这个位置，也不会将他们透露给任何人。江毅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只和秦汉明锐利的眼神对视着。秦汉明的眼神越来越犀利，但始终无法从江毅眼中看出什么。片刻后，秦汉明忽然略带欣慰地笑了起来。呵，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小伙子了，虚怀如谷，沉稳厚重，当真是后生可畏。秦汉明看着江毅笑道：你说的对，要是我站在你的位置，有你这样的团队，别说是总台长，就算是你们的刘局来问，我都不会说。现在我们开始谈点正事吧。江毅没有说话，等秦汉明自己揭开主题。我很喜欢你主持的典藏华夏，但是我请人初步估算了一下，要做好一期典藏华夏，成本最起码要8000万往上。可是据我所知，国家台给你的资金是5000万，也就是说，资金限制了你和典藏华夏的发展。所以我决定以我个人的名义，给典藏华夏下一期再投资5000万。秦汉明财大气粗地说道。对于他的资金来源，江毅并不好奇。在查秦汉明的时候，江毅就已经查到了他的家庭关系，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除了秦汉明本人身份牛逼之外，他的2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开的公司，个个都跻身了世界500强。只要这老人家想，别说5000万，他3个孩子随便动动手指头，为了老爷子开心，随随便便都能出10个小目标。江毅好奇的是，为什么秦汉明要投资典藏华夏？投资典藏华夏的要求是什么？似乎是看出了江毅的疑虑，秦汉明解释道：放心，秦家任何人都不会干涉你的任何决策，绝不会插手典藏华夏的事情。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第3期的典藏华夏能够做得比第2期更好，最起码不要退步。如果你第3期可以做好的话，哪怕往后是要再投资个几亿，我秦家也是出得起的。秦汉明语气十分平淡地说道，仿佛几亿就是毛毛雨。可是秦老爷子，你没有理由这么做。江毅并没有被钱冲昏头脑，他只相信一件事，那就是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动机的。就像他主持典藏华夏的动机，就是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在登上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同时，以华夏人的身份，让华夏文明名扬世界，影响世界，重振，甚至是超越汉唐雄风。可秦汉明无偿资助的动机是什么？江毅有些不明白。秦汉明顿了顿，忽地坐直，郑重道：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我华夏文化能够像盛世大唐一样，再度影响这个世界，再度成为这个世界的核心。秦汉明激动站起，面色通红，甚至是有些愤怒。我现在一看到那些在华夏土地上出现的那些什么文化界，尤其是鸟国文化街，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老祖宗是何等的强盛和硬气，华夏是经历了多少的风霜雨雪才走到了今天。可是，秦汉明血气上涌，拍桌道：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忘了呀，他们怎能够如此崇洋媚外，怎能够……嗨！老爷子说着，不自禁地咳嗽了几声，苍老的脸颊上满是愤恨。他们忘本了呀！我们上一辈给他们手和打下来的天下，不是让他们今天在那里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什么那都是以前的恩怨了。他们怎能忘记先辈们做的那一切，是为了让我们华夏勿忘复兴，勿忘雪耻，而不是让他们整日顾着声色犬马，崇洋媚外啊！老爷子热泪盈眶，恨铁不成钢，忘本图，他们都是我华夏民族的忘本图。老爷子！江毅起身，迅速奔到老爷子身旁，和秦晶晶一起将他扶着坐了下来。老爷子急促地喘着气，气血翻涌。秦晶晶赶紧拿出救心丸给老爷子喂了下去。过了一会，这才得以缓和。江毅给老爷子轻拍着背，发现老爷子的背上已经没多少肉了，基本就是皮包骨。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担心着华夏的未来。老爷子，你放心，晚辈打造典藏华夏就是奔这个去的。江毅安慰且由衷地回道：终有一天，那些迷路的人一定会明白这些。我的时间不多了，也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否看见。秦汉明抬头，干瘪的眼角上泪汪汪的，满是皱纹的手抓着江毅，颤抖着说道：江毅，你懂这种心情吗？我懂。
江毅坚定点头。秦汉明像是有些恳请的说道：“典藏华夏一定要做下去，且一定要做好。你和这个节目都已经开始在渐渐影响华夏，乃至于整个世界了。钱的方面，秦家保你无忧。我知道了，秦老爷子。”江毅郑重道：“节目的事情不用您操心，您只需照顾好自己。晚辈一定竭尽所能，让您和那些长辈们尽早看到你们想看到的那一天。”好，好，好！秦汉明激动不已地看着的江毅，像是看着自己的贴心晚辈一样，指了指桌子上的菜说道：“江毅，吃，放开了吃。钱的事情，你以后可以直接找晶晶，她会把一切都办妥的。”好，江毅和秦晶晶互相留了个联系方式，然后再次坐到秦老爷子对面。这个傍晚，江毅和秦老爷子聊了很多很多。这个过程让江毅更坚定了典藏华夏存在的意义，希望看到华夏儿女挺胸抬头的，不仅仅是先人，还有那些尚且在世的老一辈。如果让他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向外族卑躬屈膝的后辈，那些老一辈真的会开心吗？华夏的少年、青年、壮年都是他们用命守着，好不容易呵护成长起来的火苗，就算不去燎原，也不至于给外人跪下吧。江毅的目光越来越坚定。过了2个多小时，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秦汉明和秦晶晶都已经离开。江毅看着烟城外的夜景，陷入沉思。他并不想做一个愤青，只是作为国家台的主持人，打造的又是典藏华夏这样的文化节目。如果只是为了博人眼球，靠流量赚钱，而忽略了传播正确价值观的话，那么就算节目爆火，它跟流量戏子又有什么区别？就在江毅思考如何将典藏华夏打造得更好时，他的脑海突然响起了一阵提示。叮！恭喜宿主完成典藏华夏第2期直播，评级为 SS。叮！恭喜宿主获得 SS 级奖励。恭喜宿主获得 SS 级功能身临其境，可以给观众带去比电影院还要优质的音效，使观众们身临其境。恭喜宿主获得 SS 级特效升级。恭喜宿主获得 SS 级质感升级。恭喜宿主获得资金奖励5000万。几分钟后，江毅将系统奖励的信息都给消化了一下。系统的 SS 级跟外界的评级不同，它是根据万界评级来的，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质感和特效是在各个平行世界都可以评为 SS 级的存在。至于身临其境这个功能，江毅觉得是这一次奖励中的最大收获。有了这功能，观众们就可以更好的体验节目，听到江毅能听到的声音，让他们对节目的代入感直接上升一个层次，更能体会到华夏文化的底蕴。至于5000万嘛，那就是属于江毅的金钱奖励了。系统会自动为他生成合法来源。这么算下来，秦家的5000万，加上台里的5000万，再加上系统的5000万，现在的我已经有5个亿了。台里的第3期资金想必也快到了，最起码不会低于5000万，也就是说，很快我就会有2个亿的资金。而2期节目的花费成本总共也才10万左右，这还是前期做了一些设备上的改良。江毅在心中默默想到，这么算下来，他只在3天的时间里就赚到了1.9990亿，平均每小时赚了270多万，还包含了睡觉时间。江毅颇为享受这种感觉，但很快就沉下心来。无论是台里的资金还是秦家的资金，都是为了让典藏华夏做得更好。本来他是不想收秦老爷子的5000万的，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他必须这样做，让背后的靠山成为秦老爷子，才会让一切都顺理成章。就算被人怀疑，有秦老爷子在，也没人查得出任何端倪。不过这身临其境的音效能有那么好吗？江毅暗自想到，这一切还要等第3期播放完之后，自己亲自听一听，才能体会到那种感觉。若是观众们知道接下来的质感和特效，甚至连音效都能上升一个档次的话，只怕国家台的电话要直接爆炸了吧。江毅撇嘴一笑。就在这时，秦晶晶走到了他边上。你没跟老爷子一起走？江毅看向身材高挑的秦晶晶。爷爷让我送你走。秦晶晶笑着说道。不然你怕是走不了了。那倒不至于，我就是一个主持人而已。江毅摇摇头。秦晶晶嘴角微扬，嫣然一笑道，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知道典藏华夏第2期的影响力？还没时间查。江毅面对秦晶晶。秦晶晶近距离看到江毅，内心不由微微一颤，好像有小鹿乱撞一般。眼前这个男人实在是太无可挑剔了，无论是身高、颜值还是气质，都比他见过的其他男人与众不同。他作为富家子女，见识过的那些气质好、身材好、颜值高的男人数不胜数，可是他从没有在看到一个男人时有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或许在看到节目中那个温文尔雅、谈吐自如且面对一切都能得心应手的青年时，他的心就已经慢慢靠近江毅了。只不过江毅并不知道这些，只觉得这个女孩1.73米左右，丰盈窈窕，气质也还行，综合起来还算是不错，但他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秦晶晶和江毅在餐桌上继续坐着，和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秦汉明老爷子已经吃饱喝足，聊完走人了，而秦晶晶则坐在了江毅旁边，身子微微倾向江毅，将自己的手机放在了2人中间，修长白皙如同白玉一般的右手食指轻轻地点开浏览器，然后在浏览器里刚输入典藏2字，瞬间就冒出了一大堆搜索条，且个个都带着热门的标志。典藏华夏第2期的影响力。典藏华夏第2期结束，这一期节目给世界又带来了什么？典藏华夏第2期复播视频。典藏华夏再度爆火，
是巧合还是实力的象征？典藏华夏第3期什么播出？要对话谁？专家推测如下。江毅看到这些搜索条，对前面几条倒觉得没什么，但是这最后一条就有点离谱了呀。典藏华夏第3期光观众们催还不够，现在连专家都来推测这些了。没等江毅多想，秦晶晶点了第一个。典藏华夏第2期的影响力，浏览器里又蹦出了一大堆资讯。一段记者的视频被点开，江毅饶有兴趣地看着，然而下一秒他却是有点懵了。典藏华夏第2期结束，国家台大厦被堵得水泄不通，一个长腿美女主持人拿着话筒，身后拥挤的像是在站燕城地铁的4号线，而人群围着的大厦就是江毅工作的国家台大厦。典藏华夏的粉丝们纷纷询问江毅什么时候才能播出典藏华夏第3期。长腿主持将话筒给了一个群众，那群众举起手高声说道：江神，快告诉我们典藏第3期对话谁吧，我们等你等得快不行了。江神，我们爱你。一个狂热女粉丝抢过话筒高喊道：江神，你看得到吗？我爱你。画面一转，长腿主持满头大汗的出现在副总台长江博雅身旁。江博雅声音听起来都有点沙哑了，他焦急地说道：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放心，一旦有了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江台长，现在观众最好奇的就是江毅能不能出面，他到底在不在大厦里呢？他不在，是真的不在。江博雅心态崩了，他本来就是想去找沈万荣台长说下典藏华夏的一些疑点，想要借此打压江毅一番，却没想到这个时候国台大厦突然被围了。作为总台长，沈万荣肯定不会轻易出面，这就需要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台长。结果他偏偏就在沈万荣的办公室，不找他找谁？从屏幕中，江毅清楚看到江博雅生无可恋的样子。秦晶晶笑着说道：我对这个台长有印象，他在第2期播出的时候还说了你坏话呢，现在看也算是罪有应得。不过从明天起，你怕是得这样回公司了。秦晶晶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了一顶帽子、一副金边无度数眼镜、一身新的衣服裤子以及一张假胡贴。最开始见面的时候，秦晶晶并没有带这些。江毅眉头微挑，难道是他出去发现了什么，然后刻意买了个包，又给自己买了些可以隐藏身份的东西？你换身衣服吧。秦晶晶走出包厢，在外面静静地等待着。江毅换上了一件黑色的短袖和一条黑色的长裤，戴上了一顶黑色的鸭舌帽，之后戴上金边无度数眼镜，把假胡贴贴在了自己鼻下。江毅感觉有些奇怪，这不像是乔装，倒像是要去营救匪徒。我换好了。江毅打开门，见到了秦晶晶的背影。如果背影有等级的话，眼前这个女孩可以是 SS 级。重要的是，这可不是背影杀手。秦晶晶转过身，看到江毅，柳眉微微一蹙，随即忍不住莞尔一笑。要不是知道你的身份，我还以为我要被抢劫了呢。秦晶晶起身走到江毅身旁，把鸭舌帽往下压了压，按了按江毅的假胡贴，近距离看着江毅，秦晶晶的心扑通扑通的加速跳着。这万恶的颜值怎么乔装了还是这么帅？走吧。江毅总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他跟在秦晶晶身后走出包厢，来到楼下，忽然发现这里站满了人，且好多人都拿着手机在那或录像或直播。据说江神下午5点的时候来这里吃饭了，亲们。而且据我所知，现在江神很大可能还没出餐厅，如果有幸的话，我们可以亲眼看到江神哦。江毅路过一个浓妆艳抹的女网红身旁，随意瞥了眼女网红的直播间，在线观看人数居然达到了5万多。似乎是察觉到江毅的眼神，又或是看到直播间有人说有个猥琐大叔在身后看着你，女网红警惕地看向江毅，一脸傲娇道：看什么看，今天只有江神才能入我们的镜头，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江毅懒得理他，看来自己乔装的还挺成功，不过得抓紧时间离开这里了。好家伙，光一个餐厅就里里外外挤了不下1000个人，国台大厦周围得布满多少观众？哪怕有秦家几个便衣保镖在前面开路，秦晶晶和江毅依然费了好大一会功夫，这才走出餐厅，赶紧藏进了秦晶晶私人的劳斯莱斯中。劳斯莱斯快速启动离开，还没开出几米便堵车了。已经过了下班点，这条从来不堵车的路却堵上了车。江毅有些无奈地笑了笑，怎么突然就这么火了？典藏华夏的第1期和第2期都可以说是现象级作品。身旁秦晶晶温柔甜美的声音响起，典藏华夏第2期刚播完，就已经有很多人给国家台打电话了，全都是问第3期对话谁，还有节目为什么这么短的。再就是在各大社交平台的网络上已经发满了典藏华夏的视频，10条热搜有9条都是典藏华夏的。海外学子回国，在机场高唱华夏心，为祖国献歌，这些视频甚至已经在海外各国疯传。秦晶晶越说越是有些难以掩饰的激动，她一边翻着手机上的资讯，一边靠近江毅说道：再就是很多人看到了贫困地区的事情之后，各大小区乃至于学校的捐赠箱都塞满了，导致全国各地的官方都不得不下令在各地增添捐赠箱的设置。许多企业和个人也都陆续向当地市政捐款，全国的捐款总额加起来保守估计超过3000亿。国家第一时间下令让各地市政部门组建专门为贫苦地区人们服务的支贫部，确保每一笔钱都用在需要的人手中。还有许多的志愿者也开始报名，主动前往偏远地区做支教或扶贫，希望国家能够放宽指标。秦晶晶越说越是目光倾慕，甚至是充满仰慕地看着江毅。江毅，你知道吗？你的一期节目除了让典藏华夏在海外开始拥有知名度之外，还让无数在贫苦地区的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希望。大家真的开始为了全面复兴而互帮互助了。江毅沉默着，静悄悄地听着，他可以想象得到这些画面，而让他最欣慰和想象的最多的就是那些在贫困地区的人们终于开始被大众重视了。你在节目中呈现的大秦七世之烈，
更是让无数在底中挣扎的人们得到了一丝慰藉，让很多人不再心高气傲，而是脚踏实地的追逐理想，一步一个脚印。似乎是怕江毅不信，觉得自己再说些没根据的事情，秦晶晶打开典藏华夏的论坛，指着上面的一些评论说道：“你看，这些都是他们对你的感谢。”秦晶晶随手点开一条视频，视频里出现的是一个头有些秃的中年人，他面向着摄像头，含着笑说道：“江毅，谢谢你。我在魔都已经打拼10几年了，月薪还只是3万多，连魔都中层的门槛都摸不到。我也没什么家境，家里全靠我一个人拼，3万多根本不够。我曾经一度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把时间花费在这里？又不再年轻了，又没有可以盖过年轻人的技术，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城市碌碌无为？可是，当我看到连大秦这样的帝国都是奋斗了7世才一统的时候，我才知道是我能力不足，心又太大，老想着一跃翻身，却不知道这早已不是那个遍地是金的时代。不懂知足且脚踏实地了。魔都虽大，我虽然没有背景，但我只要做好的能做的事情，就算自己这一世难以翻身，但下一代总会更好的，不是吗？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我的儿子女儿一定会越来越好，这就足够了。中年人冲着镜头笑了笑。对了，江婶，什么时候播典藏华夏第3期啊？只要这个节目和你还在，我就一定追。视频结束，江毅内心泛起了阵阵涟漪，苦，众生皆苦。他继续往下看去，评论区里有很多人的视频、图片和评论。点开一个视频，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笑嘻嘻地看着屏幕，双手捧着几朵花说道：“谢谢江毅哥哥，让我了解到了那么多华夏文化。在线求江毅哥哥公布第3期事件和对话人物呀，我知道的历史人物还不多哦，要是提前说下的话，我还可以提前做点功课呢。”继续往下翻，这次是一群人的合影，他们在一起举起了一块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江神快公布第3期的信息吧，我们想你想的要疯。”再往下滑，是一群外国人在华夏拍的视频，他们用着还不熟练，甚至一听就知道是刚学的中文，一字一句断断续续的说道：“典藏华夏真是我们看过的最好的节目，这个节目让我们了解到了华夏的古代文化，我们想留在华夏发展，想在这个5000年文明国度扎根，我们爱典藏华夏，爱亲爱的江神。在线求典藏华夏第3期播出时间。”江毅看到这里忍不住笑了，这一个个都在变招法的求第3期啊！甚至江毅还看到有人半跪着举起一起张图，上面写着：“在线求江神公布典藏华夏第3期信息。”江毅颇觉有趣的笑了笑，这届网友真是太有才了，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火爆全世界，不是吗？江毅耳畔响起了秦晶晶的声音。江毅没有回答，秦晶晶见他没有反应，愈发凑近江毅耳边，有些调侃的说道：“所以江毅，你可以告诉我第3期到底什么时候播出吗？你也好奇这个？”江毅有些意外的转过头，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了。我挺好奇的，难道连我也不能告诉吗？秦晶晶好奇的问道。是的，江毅点了点头，事实上他也没想好啊，气氛莫名有些尴尬。江毅转头看向另一边的车窗外，高楼林立，餐厅、服装店等比比皆是，仍有数不清的人或手里拿着手机，或是直接扛着摄像机往他刚才吃饭的餐厅跑去。路终于通了，江毅靠在车里，望着灯红酒绿的城市在自己的面前一闪而过。忽然一个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里，陈导。江毅接下电话：“江毅，你去哪了？沈台长现在疯狂问我典藏华夏什么时候开始播呢？”电话里传来陈导焦急的声音：“你跟秦老爷子吃完饭了吗？”“吃完了，我现在在回出租房的路上。”“典藏华夏第3期的播出时间确定了吗？”“还没。”江毅淡然道。是没有灵感吗？不急，可以慢慢来的。”陈导并没有把江毅当作是赚钱或升职的机器，听到江毅说还没，马上猜想他可能是压力太大，一时半会还没定下来。今天陈导接了几十个沈万荣的电话，每次都是问典藏华夏第3期的事情，让他多给江毅打几个电话，但只有陈导才知道体谅江毅，于是从早上10点开始，撑到了晚上8点半，这才给江毅打了电话。陈导一直觉得这本来就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想出来的事情，之所以台里感觉很好做，不是因为典藏华夏这个节目本身好做，而是江毅的脑子太厉害，但哪有人能跟机器一样不休息的，更何况机器还要充电。所以陈导对沈台长的催促极为不满，只是官大几级，不得不敷衍一下罢了，否则高低骂他几顿。我现在在去公司开会的路上，台里那边我再多撑一会，要是沈台长经常找你的话，你就关机，给我个你私人号码，我单独跟你联系。陈导十分关切地说道。江毅心头一暖，在燕城这个竞争压力极大的城市，是陈导一直带他入行起步的，可以说是他在这个名利社会的唯一一道光。知道了，谢谢陈导。有事再给我打电话。陈导挂断电话，继续想法子忽悠台里去了。在这个地铁站停就可以了，我坐地铁回去。看到一个地铁站点，江毅主动要求下车。他不喜欢欠人情，拿秦家的投资也只是秦老爷子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各取所需。不要客气，爷爷说一定要把你送到住的地方的。秦晶晶赶紧说道。而且你现在坐地铁也不安全，你在车里还可以摘下帽子，但是到了地铁怕是又得戴起来。没事，我正好要找找灵感。江毅将帽子戴了起来，等车停稳后，自己打开车门走进地铁站。秦晶晶见到他进入地铁站后，这才离开，眼中似乎有些不舍。这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他。江毅挤上燕城4号线，站在他左右两边的超短裙妹子正在看着网红的直播。江毅的个子和视力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直播间的画面。他之所以注意到这场直播，是因为直播间里的青年正在刚才他吃过饭的餐厅中。此时餐厅里依然有很多的自媒体工作者在，通过直播间可以听到他们七嘴八舌的声音。别说什么江神不在的话了，今天傍晚有人亲眼看到他进去了，到现在还没出来。就是啊，就算不想告诉我们，也不用骗我们嘛，而且我们又不是没买东西。江毅看到不少在这餐厅里的人还真的买了点餐厅里的东西，有的甚至还点了菜，也不白占餐厅的地方。江神怎么还不出来啊？我们都等了他几个小时了，就想知道第3期什么时候开播啊？求求江神快开播吧，您再不开播，咱活不下去啊！江毅感觉这些人都太夸张了，没他还活不下去了不成？总不至于典藏华夏像那些热播的史诗大剧一样，让自媒体诞生了一些靠他吃饭的人群吧？没等江毅多想，江毅身前左边一个扎着双马尾的萝莉女孩，语气听起来像是有些失落的说道：看来我们今天是没法看到江神了。是啊，可惜我们在餐厅里白等了，没想到在直播间也看不到他。右边比较高的女孩子叹了口气，江神是唯一让我开始不喜欢小鲜肉的男人，可是追他好像比追小鲜肉还难，要是他在我身边就好了，真羡慕下午偶遇到他的几个女的。算了算了，这种事可遇不可求吧，我们只能期待典藏华夏第3期了，也不知道要对话谁。萝莉女孩再次激动起来，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先去多看看偶像剧吧，我觉得那些泡菜国欧巴可帅了，妈妈我爱欧巴。江毅听到这，脑海中忽然冒出了一个灵感，他的眼睛闪烁出了一抹金光。第3期他好像知道要对话谁了。与此同时，国台大厦，沈万荣召开了一场高层会议，凡是台里导演及以上的人都要参与。顶层会议室因为第2期的热播再次爆满，台里拟定升江毅为副导演，继续主持典藏华夏。沈万荣坐在主位上说道：还是老规矩，在拟定期间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但我一旦定下，你们就必须服从。可是沈台长，我觉得这不符合规定，江毅才来我们台里1年，虽然表现很好，但因为这个就升任副导演的话，未免也太快了。江博雅第一个反对道，他正愁今天想告状，结果莫名其妙被拉出去对付那些媒体了，有一肚子火没地方撒呢。现在倒好，台里还要给江毅破格升职，做梦呢吧？沈台，我也觉得不太好。江毅现在才23岁，让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做副导演，有些太拔苗助长了。之前那个光头台长挺着个啤酒肚，假意皱着眉头，一副为江毅着想的样子。之前让江毅一个人主持典藏华夏，我也就不说啥了，可是让他成为副导演的确不符合规章，让其他辛苦升上来的导演怎么想？为了江毅以后在台里的日子，我们还是让一切按照规章制度办吧。其他台长们虽然没怎么说话，但从面色来看都颇为不满，还有就是一些导演此时也都面露不悦。江博雅暗自给在一旁的新副导演们使了个眼色，再过1年沈万荣就要退休了，作为副总台，江博雅是1年后最有希望成为总台长的人，巴结他的导演和分台长数不胜数。他觉得江毅打了他的脸，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让沈杰来担任典藏华夏的主持人，而且这小子竟然还攀上了刘局的关系，是个不可控的天才。江博雅从来没有小看江毅，恰恰相反，他很重视，只是既然不可控，那就更不能让他成为一个位高权重的天才，否则以江毅的才能，1年之后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总台？察觉到江博雅的眼色，一个高寿导演直接站出来反对道：沈台长，我觉得这不公平，我们升导演最起码都花了4、5年，凭什么江毅靠一部典藏华夏就想打破规矩？我们手底下难道就没有出过好节目吗？江毅只出了1部，可我们能升上来的这些人，哪个手里没几部好的作品？高寿导演的话引起了不少导演的共鸣，越来越多的人持反对票。沈万荣有些不悦，他如何不知道是江博雅在拉小圈子？只是他还有1年就退休了，懒得做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就在沈万荣决定打消这个念头的时候，忽然他的手机响起了震动。沈万荣有些恼火，怎么每次自己开会的时候不是这个电话就是那个电话？不过出于上次刘局电话的教训，这次他还是乖乖的把手机拿了出来，瞟了一眼来电显示，是这小子。沈万荣心头一喜，立即接下电话：江毅，你终于知道来电话了。台长，第3期的开播时间我已经想好了，定在明天晚上9点，人物暂时保密。江毅刷卡出站，把手机贴在耳边，往离地铁站朝东还有几百米的公交站走去。在这之前，他先是给陈导打的电话，本想第一时间告诉陈导这个消息，但好几个都没有打通。江毅推测陈导手机应该是开会的时候静音了，于是在给他发了个信息之后，就直接拨通了沈万荣的号码。好，我知道了，台里会马上安排好一切。沈万荣也不多问，立即挂断电话，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笑容。各位，第3期典藏华夏的时间公布了，定在明天晚上9点，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去准备，去为节目预热。沈万荣原本还有些不想说服这些台长和导演，觉得太麻烦了。重要的是，为了江毅把这些手底下的人弄得怨声载道，会很不利于他这1年的工作，可别快退休了整出幺蛾子。但是刚才的电话让他再次觉得江毅简直就他妈是个绝世天才。节目结束了才1天不到，他竟然就又想出了下一个要对话谁，而且明天就能开播，这不叫天才，什么叫天才啊？也不知道这小子从哪里挖来的神仙团队，怪不得在第1期就想着拿下外包权。沈万荣觉得自己真是捡到宝了，至于团队什么的，只要节目办得好，不越界他也懒得多管。请问在座各位有谁见到过刚拿到设计稿当晚
就能够试播一个节目，而且用试播节目就打破各项记录的人吗？在座各位又有谁能够做到，在拿到设计稿3天不到就连续做出了2期节目，而且每一期都引起世界级反响？我不否认你们都做过不少好的节目，但是假设一个年轻人打破了世界纪录，获得了国际冠军，国际社会会因为他年纪小就不给他发奖牌吗？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沈万荣开始疯狂维护江毅，原本正要站出来帮江毅说话的陈导一连猛，迈出的脚步又收了回去。江博雅的眼睛都快冒出火来了，这老头果然到了要退休的年纪，怎么动不动反复无常？刚才都快被说服了，现在突然间又他妈跑去维护江毅了。你这家伙的立场就不能像我或者像陈大发那样坚定点？江博雅不敢直接对沈万荣，但内心可将他骂了千百来遍。大家也不要有情绪，你们要是能够打造出典藏华夏这样的节目，哪怕效果只有典藏华夏的1/2，导演的话我给你们升台长，台长的话我直接提名上去，看能不能让你们干总台长。总台长的任职我说了不算，但我的推荐信刘局还是会看的。沈万荣发挥出做了多年总台长的本事，开始恩威并施。他直起腰扫视了一眼在座的高层，说道：这样吧，就以第3期为标准，要是第3期江毅仍然可以做得很好的话，我就直接升他为副导演，提高他的薪资和职权待遇，并且不再开会决定。这一次在座的台长和导演们没有再继续反对下去，他们哪怕再傻，这时候也看出沈万荣的决心了。再蹦跶的话，那就是愚蠢。呵，江博雅轻笑一声，不再言语，却是一副胸有成竹，似乎能让江毅倒霉的样子。1小时后，江毅走下公交车，往距离公交站1000米的出租房走去。他打算等第3期结束之后，买一个带地下室的独栋别墅，以后就在别墅里直播，一来方便，二来在出租房里直播总归隐秘性不高，到时候再买一辆车，这样在别墅和大厦里往返也很便捷。换了以前，江毅绝对不会在这个阶段就去想买燕城的房子，这就跟痴人说梦一样。但是现在一切不同了，他已经有足够的资本，在将典藏华夏打造成一个世界级节目的同时，提高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质量。嘟嘟嘟，忽然江毅的手机响起了一阵来电提示。喂，陈导，还没睡吗？江毅有些意外。陈导笑着说道：有2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如果你第3期可以做好的话，台里将升你为副导演。当然了，典藏华夏这个节目还是给你做的，但是你的权利和薪资可都提升了不少。江毅有些奇怪，自己资历够吗？似乎是猜到江毅会有这样的疑虑，陈导沉稳的声音响起：你放心，以你的成绩，就算坐我的位置都没问题，所以不要有什么负担，只需要把第3期全力做好就行。还有，刚才沈总台长找我单独聊了一下，说是如果你同意的话，在第3期之后就把典藏华夏以直播的形式同步到电视台。同步到电视台？江毅眉头一挑，这可是个大惊喜。这意味着除了可以拥有手机观众之外，江毅还将拥有一批喜欢用电视看节目的观众群体。这些群体大多是老人和偏远地区的人居多。直播的话，说实话，虽然有一些老人看，但大多都是城里的老人家，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人都很少看到，覆盖面并不算很广。还有孩子，偏远地区的孩子拥有一个智能手机也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若是可以同步电视台，孩子们就可以在家里用电视，只要能搜索到信号，就可以看到这些，就可以看到他们并没有被城市和大众遗忘，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华夏文化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到时候可以利用系统获得更多的人气值，都只能算作是陪衬。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都可以看到属于自己国家的文化。江毅光想想，嘴角便情不自禁地扬起笑意。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将直播同步到电视台，就必须规定一个具体的播出时间，而且还会将一个原有的节目给挤下去。这可是一件具备挑战性和要得罪人的事情，毕竟无论是哪个台长还是导演，都不会希望自己的节目没了。是的，但是这件事需要一个足够说服台里的数据，也就是说，典藏华夏第3期必须要做到最好，你明白吗？陈导十分严肃地说道。江毅郑重点头，我明白了。放手去做吧。陈导挂断电话，江毅重重长舒了一口气，心情好了不少的同时，压力也多了。推开出租房的门，将房门反锁上，看了看手机，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江毅将手机静音放在桌上，一个人悠闲地靠在窗边，放眼望向面前的郊区景观，放松着自己的身体和眼睛。他喜欢每天忙完之后这种放空一切的感觉，不看手机，不想工作，就这样静静地感受着周围的一切，然后在身体完全放松的状态下，享受着一夜优质的睡眠。和能够安然入睡的江毅不同，当国家台在官网上公布典藏华夏将要在明晚9点开播的时候，所有的新闻媒体和自媒体工作者全都睡不着了。卧槽，这个点竟然公布了开播时间，原本打算睡觉的媒体工作者们突然就来劲了，呜呜！江神，你为什么不早点公布？牛啊牛啊！第3期这么快就要开始了吗？生产队的驴都没江神快啊！妈妈啊，为了饭钱，女儿今晚要熬夜爆肝了。坐等明晚9点看江神对话新人物。当这些自媒体的消息在各大网络和视频平台疯传的时候，网民们全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兴致勃勃，在各大帖子和视频下疯狂留言。来了来了，典藏华夏第3期，我以后再也不信什么专家了。专家说什么典藏华夏第3期最起码也得准备1个星期，纯属胡扯呀！哈哈，咱江神本来就是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就是，
他们这是对我们江神的侮辱。虽说是明天播，但是为什么今天我就睡不着了？盲猜一手江神明天会对话谁呢？夜晚11点的网络再次沸腾，而众人讨论的核心此时早已坦然入睡，在梦中与周公对弈了。第二天周日，旭日东升，阳光透过窗帘照进屋内，铺洒在江毅身上。江毅睁开朦胧睡眼，赖了会床，有些慵懒的拿起手机解锁，打开，发现了一条银行卡到账信息，应该是台里的资金到了。江毅打开短信，忽然愣了住，1个亿，台里现在这么财大气粗的吗？江毅坐直起来，仔细确认了一遍，然后又打电话问了下陈导，可别是什么误转就麻烦了，到时候一堆麻烦事。陈导笑着说道，似乎早就知道了这些，不然你以为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进国家台呢？国家台难道还会让你吃亏？挂断电话，江毅算了下自己几张银行卡的余额，已经达到了2亿。获得系统打造典藏华夏才1个星期不到，他就成为了亿万富翁。江毅舒服畅快地在床上展开手脚，纵情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尽情享受着这种兜里过2亿的感觉。他知道这或许是自己最后一次为了10亿以下的数目而开心了。起床洗了把脸，江毅并没有像范进中举一样稳不住心态，而是很快让自己回归到平常的生活中，让自己的心情迅速平复下来。台里的态度让他清楚地知道了一点，那就是自己只管打造好典藏华夏，金钱和前景方面，无论是沈万荣还是陈导都会为他保驾护航。虽说沈万荣因为快要退休了，所以出了名的没有立场，但只要把典藏华夏做好，这个总台长还是有属于他的魄力的。江毅的小目标就是在沈万荣退休前让自己成为国家台的导演。以前他不会这么想，因为距离还很遥远，但自从昨晚得知只要打造好第3期典藏华夏就可以升为副导演的时候，江毅就将自己的职业规划提上了日程，野心动力随之滋长。大概和很多人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些不一样，江毅没有晨跑的习惯，他做了几个标准的俯卧撑和高抬腿，让自己微微流汗之后，就走进洗手间开始洗漱。洗漱完，去到门口的投递箱里，把里面最新放入的一瓶鲜牛奶拿出，回到房间，从冰箱里拿出面包，悠闲地吃了起来，同样不再看手机。吃完早餐之后，已经是早上9点半了。江毅伸了伸懒腰，坐在写字桌前，拿出了黑色的钢笔和鼓楼封面的笔记本。典藏华夏第3期进行步骤。夜晚8点半，当大多数人都已经闲下来的时候，江毅已经走进地下室的摄影间，把直播间打开，第一时间开启黑屏模式，然后坐在一旁的工学椅上为接下来的直播做准备。而与此同时，不到1分钟的功夫，直播间里竟然涌入了500万观众。哈哈，江神，我就知道你喜欢来这套。江神会提前，但永远不会迟到。我就喜欢江神这种不准时的习惯。天啊，这次我找妈妈要手机，妈妈听说我是要看典藏华夏，不仅把手机给我，还来跟我一起看了眼。楼上别说你妈妈了，我爷爷都来跟我一起看了。哈哈，别看直播间里只有500，什么啥时候在线人数1000万了？我的天啊，这才2分钟哎！一个黑屏的直播间竟然有1000万人在看，这要不是我江神的直播，我会严重怀疑主持人造假的。但是一看，哎，是江神，那就当我没说。直播间一下子热闹起来，这些观众们大多从未见过，但就是像熟人一样聊得热火朝天。江毅不知道的是，他打造的这部典藏华夏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拉近了国人间的距离。哈哈，不过国家台有点狗啊，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要对话谁？就是我打电话到国家台，国家台的客服怎么问都不说，他们还说自己不知道呢。我寻思他们能不知道吗？江神这么好的主持人，怎么可能不告诉他们？这不就是典型的胡扯吗？直播屏幕前，一个手里捧着薯条的10几岁左右的女孩，激动地在弹幕框里打字道：“就是江神哥哥说的，永远是对的。是的，楼上我支持你的观点，所以一定是客服的错，客服故意卖关子呢。啊，可惜我不知道江神的私人号码，否则我一定亲自打电话去问。哈哈，那怕是轮不到你。”直播间里的人气越来越高，一些习惯在8点直播的网红们看着人数突然暴降的直播间，突然人就傻掉了，怎么回事？奴家就去洗了个澡，换了件睡衣，我的家人们怎么都不见了？一个戴着兔耳朵、打扮得十分娇媚、穿着粉红色睡衣的千万粉女主播一脸懵逼的瞪大眼睛。刚才她的直播间还有100多万的观众，现在就剩下1万多了。讲道理，她以往去洗澡的时候，直播间的人气和礼物从来都是暴涨的，好吧？今天怎么就不一样了？而且竟然连榜一那些大哥都不在直播间了，这是什么鬼？家人们，谁能告诉奴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名叫家兔爱吃肉的主播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限流，或者是被官方针对了。最可怕的是，在线仅1万多的观众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跌啊！我受不了了，到底是谁抢走了我那么多观众？难道是自己的竞争对手碰到了超级有钱的土豪，把自己的人气抢走了？哼！不管是谁，让我知道，一定找他算账。兔儿女主播嘟囔着嘴，一脸无辜又气又愤的样子。就在这时，直播间里一个他的老粉丝说道：“兔兔，我也要走了，你明天再直播吧，要么你过1个小时再开始直播啊？为什么啊？”兔儿女主播粉拳顶着下巴，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因为典藏华夏要开播了，那老粉丝留下一句话后，也不等兔儿女主播继续说话，直接就退出了直播间。典藏华夏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典藏华夏，不是9点开播吗？难道提前了不成？既然没人看我直播间了，那我也去看看典藏华夏吧。兔儿女主播生无可恋，哎，江神怎么又出山欺负凡人了？猫牙，
某游戏主播正在直播，忽然发现自己的观众们在3分钟内就消失了几十万。卧槽，这是怎么回事？兄弟们，是我国服第一喷子王不火了吗？这个胖胖的男主播正打算喷敌喷友喷空气，可观众没了，瞬间也就没了兴致，大家都看典藏滑下去了。直播间有一个弹幕出现，什么？看典藏滑下去了？这些主播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直播到深夜，对典藏滑下的事情还真的很少有人清楚。听到典藏滑下的时候，大多目瞪口呆，不知所以。不会又是哪个娱乐台搞出来的吧？那些做戏的节目有我国服喷王香，什么国家台？国家台那也不能抢我们广大主播的饭碗啊！这个喷子王决定今天不直播了，专门去看看典藏滑下。哼！最好别让我挑出毛病。江毅直播间在线人数已经直奔5000万，而他才刚打开直播10分钟，这还是在黑屏的情况下。什么？一个黑屏的直播间抢了我几百万的粉丝？喷子王刚才还很不高兴，现在更不高兴了。这几天他走在街上的时候，没少看到有人在看典藏华夏，甚至还听到很多广场都在播放华夏星，本不以为然。可是现在他发现这个节目何止是火，已经是火上天了，好吧？呜，江神又来吊打我等凡夫俗子了。兔儿女主播也在